灵魂的其他载具。我们或许会想更进一步提升自己，在这样做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进入了一个崇高的领域，它几乎超越了我们脚步所能踏入的领域，即便是想象力也难以企及，因为因果体并不是最高等级的身体。真正的灵性自我并不是玛纳斯，玛纳斯是心智的意思，而是玛纳斯与菩提融合的结果。这是人类进化的巅峰，这是生死轮回的终结。超越我们讨论的这个层面，还存在着一个更高的层面，它有的时候被称之为菩提层。在这里，意识的载具就是灵性的身体，也就是极乐祝福的载体，那些修行人士可以进入的地方。在这里，可以品尝到那个荣耀世界的永恒极乐，并在他们自己的意识之中认识到潜在的合一。那对他们来说，就是可以体验到的事实，不再是一种心智层的信念了。我们通过学习了解到，人们成长进入爱、智慧和力量之中时，当他穿越一个伟大的门户时，这标志着他进化阶梯中攀登了重要的一步。这里是启蒙的门户，经由他的导师带领他第一次进入灵性的身体，并在那具身体当中体验到了合一。这是纷繁扰乱的物质世界和它分离的表象之下潜在的根基，这是星光层甚至心智层分离幻象背后的实相。当他把这些放在身后，进入灵性身体之中，超越这些层面，接下来他就会第一次体验到分离只存在于这3个低等的世界，他与所有的人都是合一的存在。在没有丢失自我意识的情况下，他的意识拓展为可以融合他人的意识，可以真正的与他们合而为一。这就是人们总向往的合一状态。人们认为这种合一的状态是真实存在的，并尝试在较低的层面来实现这种状态。在那里，他最崇高的梦想得以实现，所有的人类都与他内在的自我融合在了一起。暂时性的身体，我们不能忽略人体的某些特定载具，虽然它们是暂时性存在的，就其特性而言，我们可以称之为人造载具。当一个人开始超越他的物质身体时，他或许会开始使用星光体，但是当他使用星光体的时候，又把它限制在了星光世界。不过对于他来说，还可以使用心智体，也就是低等心智体，从而进入心智的领域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他可以不受阻碍地在物质层和星光层之间穿梭。这样的身体也因此称之为幻象的化身。这么说吧，这是心智体为了独自活动而进行的重新安排。人们会把心智体塑造成他自己的形象，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形象来进行打造，然后这个临时打造的人工身体就可以随意地穿越这3个较低的层面，超越普通人类的限制。很多神智学的书籍中提到的就是这个人造身体。一个人可以使用它从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，进入心智世界，在那里学习真理，收集新的体验，并且带回到清醒的意识之中。使用这个较高等身体的好处就是，它不会像星光体那样在星光层受到欺骗和魅惑。未经训练的星光感官常常会带来误导，需要大量的经验才可以相信他们传达的信息。这个较高等的身体可以看到真实的画面，听到真实的声音，星光层的魅惑不足以压倒它，也没有什么幻象可以欺骗到它。因此，那些经过训练的人要在不同层面进行穿梭时，最好使用这具身体。当达成目的所需之后，就对这具身体放手。也是通过这种方式，学生常常会学习到那些不可能触及到他的知识，接收到指引，否则他会被完全的关闭在大门之外。
还有一些临时性的身体，也被称作幻象化身。不过，看上去这个术语更适合上面的描述。一个人的身体可能会出现在遥远的地方，而这具身体实际上仅仅是一种思想形态，而非意识的载具。尽管这种思想形态也披着星光层的元素外衣，这些身体通常来说是某种特殊思想、特殊意识的载体。除此之外，没有任何的意识。在这里，只是顺带一提。人体的气场，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全方面的理解，人体的气场实际上到底是什么。它其实是人自身同时显化在4个意识的层面，根据它们的进化程度，在不同的层面发挥作用。气场就是它多个身体载具的集合，它意识载具的集合。一句话概括，就是人的形态面相。因此，我们应该这样去看待能量场，而不仅仅把它看作一个环绕着的光圈或者云状物。在所有的身体当中，最闪耀的是灵性身体，在所有的启蒙者中都可以看到。通过这个身体，灵性火花得以表达，这也是人在菩提层的表达。接下来就是因果体，显化于最高的心智层面，也就是心智层中的高等心智层，这里也是灵魂的家。然后就是心智体，属于低等心智层。再接下来就是星光体、以太体和稠密的肉身，由各自所在层面的物质构成，表达出这个人的不同面相。当学生去看待人类时，他要看到所有的这些身体构成了人。这些身体的构成不同，也造就了它们之间的差异，从而标志着人到达的不同进化阶段。随着高等视觉的发展，学生会观察到，这些身体中的每一个都处于充分活动的状态。可见的物质身体处于其他身体的活动中心，是一种致密的结晶。其他的身体渗透，并延伸到其外围。物质身体的尺寸是最小的，然后是星光体。星光体展示出了一个人的业力状态，业力组成构成了普通人星光体的大部分，充满了激情、低等欲望和情绪。根据一个人是否纯净，星光体的精细程度和颜色有所差异。如果这个人是粗俗的，那么星光体会很浓稠；若这个人进化程度很高，那么他的星光体就是很精致细腻的。就心智体而言，大多数人的心智体发育不良，根据心智水平和道德水准，它的颜色也各异。就因果体而言，大多数情况下几乎无法看到，只有对这个人进行仔细观察时，才能看到他的成长很虚弱，他的颜色相对稀薄，他的活动也很微弱。但是当我们去观察一个高度进化的灵魂时，即刻间他的因果体和灵性体引人注目，因为这才是一个人重点要呈现的地方。光芒四射，色彩绚丽而且细腻，任何言语都无法描绘它的色彩，因为这些色彩在地球所在的光谱当中没有一席之地。这些色彩不仅仅是最纯净和最美丽的，它们也与已知的低等层面的颜色截然不同，而且还有更多的色彩，显示了一个人在更高领域中的成长，在那里存在着更崇高的特质和力量。如果双眼有幸可以看到一位伟人的样子，他就会以这种强大的生命力和崇高色彩的形式出现，容光焕发，光彩夺目。通过这种外在表达出他的本性，美丽的无法形容，金碧辉煌，超乎想象。然而总有一天，所有的人都会成为他的样子，每一位人类之子身上都拥有着取得他的成就的可能性。关于气场，还有一点，就是我要提到它的实用性。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护自己，不受外部思想的侵扰，就是通过组成气场的物质来构建一堵球形的墙。气场
很容易对思想脉冲做出回应。如果我们通过自己的想象力观想我们的气场边缘有一个致密的壳，我们利用这堵墙来为自己提供保护。这个壳会阻止遍布星光层漂浮着的思想形态进入我们的气场，从而阻止它们对未经训练的心智产生干扰。我们有的时候会感觉到生命力被消耗，尤其是当我们接触到那些无意识的去吸食周围人能量的人时，我们通过观想这样一个保护外壳，就会形成防护。那些敏感的人，那些发现自己的能量常常因这种消耗而精疲力尽的人，会选择这种明智的方式保护自己。这就是人类的思想对精微物质的力量。想象自己存在于这样的保护壳之中，就真的会在你的周围形成这样一个保护外壳。我们看看自己周围的那些人，观察他们的不同面相，就可以看到他们处于不同的进化阶段。根据他们所属的进化水平不同，他们的身体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。随着他们发展出相应层面的意识载具，他们就会在宇宙的不同层面生活，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作用。我们的气场显示出了我们的本质。当我们在真实的生活中成长时，就会让它变大。当我们过着高尚而且纯净的生活时，我们净化了它。我们把越来越高贵的品质编织进入了它。有没有比这更充满希望、更充满力量、更充满惊喜的人生哲学？如果我们只用肉眼来观察人类的世界，我们看到它的堕落、悲惨，看上去没有希望。对于只用肉眼来看的人，确实如此。但是，当我们从更高的视野来进行观察，同样的人类世界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。我们的确看到了悲伤，还有痛苦；我们的确看到了消亡和退化，但是我们知道它们是短暂的、暂时的，它们属于人类种族的童年阶段，而这个种族会超越它们。纵观最卑微、最卑贱、最残暴、最堕落的人，我们仍然看到了他们身上神圣的可能性。我们仍然可以意识到他们在未来的岁月中会变成什么样子。这就是神智学带给西方世界充满希望的信息：从无知当中获得全面的救赎，从痛苦当中获得全面的解脱。这不是梦想，而是事实。这不仅仅是希望，而是一种确定。每一个在他的生活中表现出这种成长的人，都是新认知的收获和对知识落实的体现。初熟的果子随处可见，整个世界终有一天也会成熟，会迎来收获的季节，从而实现天道赋予它的最终目的。